大雄撕掉了老妈的商品券，老妈就赏了大雄1000元。静香拆了4栋楼，拍拍屁股跑路了。是我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吗？大雄面目狰狞，先是看漫画不爽，后又打起了椅子的主意。蓝胖子都懵了，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选来选去，终于还是对雪花枕头出手了。只因大雄心情不够 happy， 喝着陈年的老窖，开着自己的玩笑。拦住大雄的不是小夫家的大门，而是贫富上的差距。大雄想砸东西解气，可漫画是宝贝，椅子又太重，只能委屈雪花枕头了。但蓝胖子不是怂货，举起100斤重的椅子就当起了拆家小能手，椅子破窗而出，大雄整个人都惊呆了。老妈估计已在赶来的路上了。蓝胖子拿出愤怒沙漏，只要有了它，哈士奇来了都不怕。只要把沙漏放倒，椅子就会违背物理常识，让牛顿敲起棺材板。就算把蓝胖子暴力强拆，也可以原地复活。大雄想亲自上手，可刚才过于震惊，现在是一点脾气也没有了。但不作妖就对不起道具，放好沙漏，就这一波自爆考了0分。岂料老妈完全不在乎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平时的老妈战斗力可是爆表，只因老妈白嫖了10万元商品券。这下大雄找到了老妈的软肋，1张2张，大雄撕的那不是钱，而是老妈变身女帝的钥匙。蓝胖子都惊呆了，扶正沙漏，在老妈杀人前伸出了小援手，老妈都惊呆了。作为误伤的补偿，赏给大雄1000元大钞。大雄潇洒地走出几步，就绿学霸。本以为学霸会是个正常人，岂料学霸用一套生气时要努力克服困难的成长论，让一猫一人觉得自己不配为人。学霸走完媳妇儿来，一看静香的眉头，就知道他今天不开心。弹钢琴弹不出小提琴的魔法攻击，让静香自暴自弃。大雄递上沙漏，带静香来到空地，让她自由发挥。可静香毕竟是个妹子，心花不舍得踩，玻璃不舍得打，可区区一脚竟踢出了面试的效果。先是砸中看板，接着撞倒钢筋，一阵地动山摇，就拆了4栋楼。大雄当时怕极了，赶紧扶正沙漏，才没赔得倾家荡产。所以说，生气的女人不要惹。虽然静香觉得不够爽，但还是对大雄好感度+1。机器人出动，小夫又要炫富，区区一记弹簧拳就让胖虎想占为己有。岂料意外来临，别人的一拳轻轻松松完成了1杀。老哥手拿电棍闪亮登场，虎夫都惊呆了。这么帅的高达，谁能忍住不上手？可不买就想碰，桂姐看了都得当场气晕。大雄恰巧路过，仅仅是膀胱一扫，就看到了象征财富的高达，这谁能扛得住？可大叔看不起熊孩子，把4人气得差点重拳出击。既然大家难得意见相同，大雄决定当代表，放好沙漏，就要当最勇敢的小学生，举起1000斤重石，当着大叔的面就是重石出击，直击高达心脏，完成了反杀。大叔都惊呆了，这点手段根本不够解气。蓝胖子又用40米长的水泥管，直接把高达砸到零件报废。大叔气到一跳2米高，蓝胖子翻过沙漏，大雄却装起傻来。大叔回头一瞧，惊讶的不敢说一句话。虎夫的智商显然也没看懂这波操作，大雄及时揭秘，可大叔还是你大叔，拿走了道具。但蓝胖子丝毫不在意，因为道具只能用4次。此时的大叔举起重锤，那么他要干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小伙伴们经历过台风吗？这不，台风找上大雄了。可蓝胖子需要出门嗨，因为台风中含有强大的能量，一下子可以发几10年的电量，这可是天上掉钱，守财猫可不会放过。大雄的智商显然听不懂，蓝胖子拿出台风捕捉器，让机器在风中自由飘荡，藏风箱上的数字不断跳动。蓝胖子恨不得台风来得再猛烈些，仿佛听到了蓝胖子的心声。台风越来越猛，一时间日本上下灾难不断，依然坚挺的唯独台风捕捉器。第2天，台风虽已退去，但门前依然还有台风的影子，而台风捕捉器也满格了。蓝胖子拿出一根平平无奇的筷子，竟然把台风做成了棉花糖。用台风打扫不要太轻松，既然干活不累，大雄也要当个大孝子。但1份台风很快就用光了，此时主妇犯起了愁，洗衣机竟然坏掉了。蓝胖子也想当个大孝子，把台风扔进洗衣机中，这就帮老妈解决了大难题。老爸的吹风机又坏了，不能畅快的洗剪吹了。大雄用筷子套上台风，交给老爸上供。老爸虽然满脸抗拒，可大雄选择六亲不认。这下老爸真成了洗剪吹了，得罪了亲爹，大雄哪敢不逃？蓝胖子想回收机器，可大雄还没玩够。蓝胖子选择无视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大雄口出狂言，就把蓝胖子叫狸猫。
受此奇耻大辱，蓝胖子松开了小援手，捂上了自己的小短腿，身上的疼痛没能让蓝胖子平息怒火，反而动起了手。此时不逃，更待何时？蓝胖子轻轻一吹，大雄还以为蓝胖子没本事，可下一秒就及时爆，大雄要反击，可蓝胖子反手就奔着手刹而去，反倒误伤了自己，摔得再起不能。岂料大雄适应力极强，竟把台风变成了自己的铠甲，潇洒的出门就要跟虎夫正面刚。顿感大事不妙的蓝胖子只能找到当事人通风报信，可小夫怕大雄，那就不叫小夫。大雄觉得自己无人能敌，就遇到小夫前来送人头。第一回合战斗正式打响，小夫被送上了天，与乌鸦齐飞舞。要不是下面有棵树，小夫就得领盒饭了。蓝胖子又找到了胖虎，这反倒激发了胖虎的战斗欲。可当看到小夫的下场，胖虎慌了，双腿颤抖，求狸猫大人显灵。蓝胖子只好拿出台风探测图，这道具太先进，看着危险即将到临，胖虎脚底抹油跑了。胖虎来到空地旁，也不在乎面子值几个钱了。但论躲藏这块，没人比大雄更懂了。就算胖虎藏得再深，大雄也能了如指掌。水泥管被吹出裂纹，直接把胖虎炸了出来。胖虎嗷的一嗓子继续逃，可大雄丝毫不着急。胖虎刚又躲好，就被静香的一拍吓成了惊恐的小学生。静香都惊呆了，危险再次靠近，胖虎一口气跑上了千层台阶。这时大雄赶到了，本想跟媳妇儿亲上加亲，可台风杀伤力太大，让静香害羞地按住了裙子。大雄越追，书飞得就越高，最后还得靠媳妇儿。胖虎已经逃得再起不能，但大雄的标记也消失了，因为大雄的台风变弱了，趁你弱要你命。胖虎三人组团，又对大雄重拳出击，双方人马在家门口相遇。岂料大雄不讲武德，还反手锁了门。返回房间的大雄想要补充能量，可大雄贪心不足蛇吞象，快乐无极限，竟意外制造了真正的台风。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那么要用什么道具才能救下大雄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对于女人，什么最致命？那就是身高还不到2米，体重竟然已过百。这如同世界末日般严峻的问题，让老妈做了一个决定：以后家里不准有甜食。这消息对于俩吃货来说，简直就是晴天霹雳。为了保住自己圆润的身材，蓝胖子拿出了禁止标识。大雄麻溜的拿来笔，蓝胖子写上禁止做的事情甜食，然后插在地上，就大功告成了。这时老妈仪式感十足，要跟甜点做个了结，可送到嘴边的口粮就是塞不进去。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此，道具效果如此强悍，老妈一定能瘦身成功。可大雄只关心道具能为自己做点啥，大雄的不上进再次惹怒老妈。大雄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，在老妈杀到前插好了标识。老妈刚准备说教1小时，就突然虎躯一震，硬生生把话憋回了肚子里，转身走了。果然啥道具到大雄手里都能被他玩出花。一个学生不注重学业，成天就想睡觉，可来来回回几个回合，大雄竟然失眠了。大雄觉得一定是有人想害朕，原来是蓝胖子插了不许睡觉的标识。标识只有老虎钳才能拔出，但在大雄完成作业前休想拔出，大雄只能被迫学习。蓝胖子拿出高档铜锣烧，可就算把嘴张大到可以吃孩子，也塞不下铜锣烧。原来是大雄背后搞鬼，为了自己的快乐，两人赶紧跑去庭院里找老虎钳。这时静香来电话了，要跟大雄过2人世界。眼看母胎 solo 要结束，大雄却突然失声了。是谁残忍阻止小学生的爱情？没想到竟然是蓝胖子。大雄一时气血攻心，连媳妇儿都不管了。可蓝胖子腿短，逃得却挺快。大雄可是个记仇的，破坏了我的爱情，我就吃掉你的点心。蓝胖子挤着笨重的身体就要往屋里冲，可却进不去。既然大雄无情冷酷无理取闹，蓝胖子决定放大招。厕所禁止嘘嘘，大雄都快憋爆了，想要竹蜻蜓，楼梯却不让上。蓝胖子还摆鬼脸气大雄，再怎么说也不能尿裤子。大雄只能去公厕一泻千里。回去的路上，赵胖让小夫炫富，高端的模型车也只有财大气粗的小夫才配拥有。大雄可不会让小夫好过，掏出标识就开写。小夫上一秒还在吹嘘收藏不易，下一秒就大变脸，要当个散财童子，在送与不送之间疯狂转换。大雄自称活雷锋，帮小夫戒掉收藏。你就说这么好的朋友去哪找？大雄还在想接下来怎么恶搞。蓝胖子已经杀到，就要回收标识。大雄可不会轻易放弃，插上禁止通行标识。但蓝胖子手握老虎钳，插一个拔一个。蓝胖子刚要开启说教模式，
可却发现被大熊插上了禁言标识。当蓝胖子的啰嗦进化到跟老妈一个级别时，大熊决定放大招。插上标识的瞬间，两人都不能动了。禁止动弹的标识竟然把大熊也给一起封印了。两人一直保持着这个动作，或许会维持一生，就连靠近的鸟儿也会一起被定住，这样连营救都没戏了。明明老虎钳就在手中，手却动不了。这时天空下起倾盆大雨，大熊后悔起自己的任性，蓝胖子后悔起自己的苛刻。如果可以复原，首先要跟对方道歉。两人的想法感动了上天，随着雨水湿掉了字迹，两人终于可以动了。两人互相为自己的过错认了错。可回到家，发现老爸老妈还被家里的标识封印着呢。那么老爸老妈都被什么标识禁止动作了呢？